无名村的人听着，交出陆川和他身上的宝物，本座给你们留一条活路。3000飞剑，给我！吵什么吵？老东西，陆川藏在哪里？看来不给你们一点教训，你们不会明白。我都退休1000年了，怎么还有人来加班？反铁为引，遂天下万兵，不可能！你是炼气圣祖陈九锤？什么圣祖？没听过，我就是个打锄头的。弄得满地都是，待会儿还得扫。陈老头儿，你动静小一点，我的豆花让你震散了。嫌动静大，你自己来。我一出手，他们可就不是吐几口血这么简单了。不可能，你是上一任。豆腐铺前，不谈以前的事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孩子们正在读书，诸位若无要事，还请安静一些。撤！立刻撤！你们刚才是不是说要踏平我们村？小娃，让开！你叫谁小娃娃？外面真的只是山贼？差不多。可我刚才听见有人喊3000飞剑。山外人说话喜欢夸张。那刚才那一声巨响呢？陈大爷在打铁。陈大爷那么大年纪了，他一个普通铁匠，万一出了事怎么办？你担心他？当然，这件事是我惹出来的，我不能让全村推我承担。账没有算清之前，你不能走。什么账？你进村住了屋，吃了苏姨的豆腐，用了陈爷的斧头，还答应帮顾先生修屋顶。你现在唯一要做的，就是活着。井口铁线。陆川，你入宗几年了？3年。修为？引灵2层。3年引灵2层，天资确实很差。孟归尘身上的东西在哪里？弟子不认识什么孟归尘。一个将死之人，偏被你撞见。你替他按住伤口，想带他去药炉，他临死前却什么都没对你说。后坡当时只有我和他，暗处一直有人盯着。长老既然知道的如此清楚，为什么还要问弟子？放肆！你比我想的聪明，把东西交出来，10块下品灵石，再给你一个外门弟子名额，那你就是害死孟归藏的凶手。明日午时，废去修为，押至山门示众。长老能否容弟子想一想？给你一炷香。你还能听见我吗？我先带您去药炉。不许去，去了只会更加危险。追杀您的人在宗门里。替我种火它。这是什么种子？世间知道它来历的人都已经死了。记住2句话：不要把它交给任何宗门，不要相信天上的东西。所有弟子留在原地，把种子藏好，还有活下去。一炷香燃尽，他们就会强行审问，必须在那之前离开大殿。起来！
灰棉花的花粉遇到静心香，会让人暂时视线模糊。周烈，抓住他！杂役陆川杀人夺宝，叛逃宗门，凡提供线索者，赏灵石100枚。陆川，100枚灵石啊！你在我手底下干了3年，总算给我挣回一笔大钱。宝物在里面，你最想要的东西。聪明，可惜实力太弱。最后一次机会，把种子交出来。韩长老，你猜我为什么一直往后山跑？拦住他！一个杂役也敢跟执法堂斗？等把你拖上来，先让你吃尽苦头！你不是想抓我吗？那就一起摔下去！疯子！凭你那把破刀！终于来了！喂，你从哪儿掉下来的？我晒了3天的草，全让你砸坏了。对不住。别动！你再乱动掉下去，我可不捡第2次。是你救了我。你砸进我草车里，不救能怎么办？先算账。算什么账？我割了1天，晒了3天，翻了6遍，你压坏小半车还沾了泥，怎么赔？我身上没钱。会干活吗？会。会放牛？
没放过。会割草？会。那等你伤好了，替我割3车草。可以。你不讲价？我压坏了你的东西，应该赔。你还替我包扎了。行吧，那就3车。告诉你个秘密，我上辈子是妖皇，整个万妖域都归我管，天上飞的、地上跑的、水里游的，见到我全得跪下。原来如此。你不害怕？为什么害怕？妖皇啊！我一声令下，100万妖军踏平一座城，我一拳能打碎一座山，我还吃过龙。那你现在为什么在放牛？这个大黄不是普通牛，他年纪很大了吧？你平时别让他拉太重的东西。回头我帮你修一下车轮，能省些力气。大黄好像听懂了，牛很通人性。可大黄平时谁都不理，那可能是你平时总让他干活，又不给吃好的。最嫩的草都给他了。你叫什么？陆川。以后有人欺负你，报我的名字，就说你认识妖皇石头。好，下次遇到危险，我一定报你的名字。石头，你从哪里捡回来的？浑身是伤，怀里还藏着麻烦东西，这种人带进村里只会惹事。陈老头儿，你当年进村的时候惹的麻烦可比他多了。在下陆川，遭遇歹人追杀，无意闯入贵村，只求借一处地方养伤，伤势稍好，我便离开。爷爷，再让他走半里路，他就撑不住了。石头，先带他去白婆那里。看见了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什么意思？陆川没有过去，没有来处，也没有命数，天道命簿里根本没有他的名字。啊！还有一件事，从他踏进村子的那一刻起，给你家撑住。井下的东西安静了。从今日起，陈九锤，村中铁匠，62岁。上个月我说自己58，你记错了。哼。苏红玲，豆腐铺掌柜，31岁。妥。石头，8岁。我至少1万岁！明日三字经抄完了吗8岁也行。村中不得御空，不得神识传音，不得显露法相，不得言出法髓，不得让家亲显露远古血脉。
锤？废话，我打的东西能差？昨天下雨，王婶家的锅又漏了。他那是自己烧漏的。吃完继续劳动。不合胃口？不是，只是不习惯有人一起吃饭。习惯了就好。比药田食堂好吃很多。那是当然。陆川，你信不信我上辈子是妖皇？你今天第3次问了，你到底信不信？我相信你是个好孩子。我问的不是这个。替我重活他，孟归春，不要把他交给任何宗门。前辈，我不知道能不能重活，但这里应该比青云宗安全。你在种东西？种什么？别人托我保管的东西。要记到账上吗？这也要记？借地种东西当然要记，以后长出来了算清归属，免得吵架。那记我的吧，若他真能活，我来照看。水自己挑，草自己拔，若压坏枣树，另算赔偿。好。你若真能活，就慢慢长，别急，我也会慢慢活下去。找到了人间的种子。就在里面。统领，这屋有古怪，之前派进去的人都没回来。跟我进去。天亮之前，我要把他拖回青云宗。统领，从外面看，粮仓只有3间屋大小，我们已经走了100丈。闭嘴，继续。这是什么？粮，给我一点粮。娘，幻术，全是幻术！他还活着！他说过，我要给他粮。还给我
把粮还给我，我只是拿了一块饼。为什么不给我一条活路？周七、周成，夺人之使者，亦当知机。周烈他们下去了，已经移炷香。刚才有人呼救，梁窖长期封闭，通风孔又堵了，里面可能积了有害浊气。你准备怎么办？先通风，再下去把人拖出来。里面的人是来抓你的。他们做错了事，但不能因为他们做错，我便也把人命当成不值钱的东西。救他们不代表原谅，活着出来，他们才该为砸坏的东西、伤过的人承担责任。困在地窖里出了事，只会让青云宗迁怒整个村子。你昨天说过，不该替所有人做决定，今天自己就忘了？那你呢？一起下去。谁敢抢我的粮？他们要饿死了！这里没人等你的粮，你看见的都是幻觉。粮食是人一锄一锄种出来的，不是你穿一身执法堂衣服就能随意践踏的东西。是你，为什么救我？因为你该活着出去赔东西。还有，回答你做过的事。善恶不报，救之何益？人若只在确定有回报时而行善，那就不是善。拿下他！你们聋了吗？统领，要不先把钱赔了吧？豆腐36块，木桶2个，私塾书桌1张，王婶家铁锅裂缝家常半寸，总计3两7钱。你在向青云宗要钱？谁损坏东西谁赔。你们穿什么衣服，属于什么宗门，与这笔账没有关系。赵七，拿人！陆川，你真以为我不敢动手？怎么断了？你这剑火候不够，铁里杂质太多。谁给你打的？陈大爷说的没错，断口有一道黑线，锻造时杂质没有清干净，加上在地窖里受潮，冷热骤变，才会断裂。我跟你没完！我就说大黄很结实。路面刚被踩松了，走路小心些。你们砸坏村里的东西，要先赔偿。你疯了！向青云宗要赔偿？谁砸的谁赔，跟你是哪个宗没有关系。豆腐36块，木桶2个，私塾书桌1张，王婶铁锅裂缝家常半寸，
总计3两7钱。本座给你37两，买下你整个村子。村子不卖。这够不够？我们只收银钱、铜钱或者粮食。灵石能换银子？村里没人能用它买盐。若要用灵石陪账，先去外面换成银子。你知道这值多少吗？至少50两。那更不能收。你们只欠3两7钱，多余的钱我没法找。他是不是傻？该收多少就是多少，多拿的部分就不叫赔偿了。拿走！找你的。账清了，现在可以谈抓人的事。周统领，你脸色发青，脚步虚浮，再强行动手，要伤肺腑。不劳费心。你中的是恶气入体，不治的话，每到夜间都会觉得腹中空空，吃多少也填不满。诊金5两，你怎么不去抢？抢钱犯法，看病收钱不犯法。他给陆川看病只收200文，他的伤好治，这个人良心坏了，废药。撤！统领，陆川还……回宗禀报韩长老，此村窝藏叛徒，阻碍执法，等宗门令下，再来拿人。今日之事，多谢。你赔过书钱，我们两清了。救命之恩只值一本书，不止。可我救你，不是为了让你欠我。此事，陆川，下一次来的不会只有10几个人。下一次再来，也请先带证据，还有赔偿的钱。我只批了1坛，办接风宴，1坛酒怎么够？谁出钱？先记村账，村账不是你家酒窖。第1坛祭村中宴席，第2坛祭陈爷爷个人，第3坛祭苏姨个人。为什么有我的？酒从你地窖拿的。陈九锤自己搬的。没有你点头，我能找到钥匙。你把门锁砸了。各记1坛，谁有意见饭后再说。1坛酒3文钱，从未去过我把放这一种。陆川，站起来。无名村很少留外人，不是排外，是日子不好过。留下的人要种地、修渠，一起守山。出了事不能只想着自己，有了收成也不能只顾吃饱。你愿意留下，村里也愿意让你留下。从今日起，村委院子归你住，后面3亩荒地归你种，但房租不能少。这种时候你还提房租？亲兄弟还明算账，应该的。还有最后一条，
进了无名村，村里人不会随便把你交出去，你也不能随便把村里人丢下。我答应，无论以后发生什么，都会先和大家商量，不会再一个人走。祝你锄头别坏。祝你以后不必再从天上掉下来，走进谁家都有一扇门愿意为你打开。少受伤。心有正道，不必问天。我祝你早日相信我是妖皇。我祝你明年有收成。那我也说一句，我祝村里每个人以后都有饭吃，有屋住，孩子能读书，老人不必为要钱愁，出了事不必把谁推出去换平安。日子不会一下子变好，但只要一起做，总会比今年好一点。哪来的鸟？撞到邓烟群晕了吧？能吃吗？野鸟可能患病，放远一点。人呢？没抓到。一个引灵2层的杂役，10几名执法弟子，你告诉我没抓到？那座村子有问题，村民可能在隐藏修为。你们先守住谷口，不要让任何人离开。我会亲自安排。这里能种，凭一条蚯蚓就能确定。有蚯蚓，说明土里有活气。先清草，再沤肥，赶在霜前还能种一批白菜、萝卜。种肉行不行？地里不能长肉。那猪是从哪儿长出来的？真的活了！来得比想象中快。回村，这次是韩萧亲自来，所以更要回去。昨天才答应过，遇事一起商量。
诸位仙师昨日才走，今日怎么又来了？谁是陆川？我。宗门怀疑你与孟归尘之死有关，随我回去接受调查。韩长老，孟前辈胸口的伤，是执法堂鹰击七云剑留下的。周烈拔出断剑后，又换了一把普通剑。若我是凶手，他为何要换剑？回宗之后，自有问心台分辨真假。既然要分辨真假，为何不把问心台带来？宗门办案，轮不到凡人插嘴。我只是教孩子一个道理：说别人有罪，应该先拿出证据。诏命镜，凡宗门弟子，皆会在镜中留下命光。若陆川没有誓师盗宝，命光自然清正。可以。你不怕？没做过的事，有什么可怕？韩长老，你的镜子可能坏了。你做了什么？从头到尾是你在操控镜子。仙师，诏命镜既然已经验证完毕，是不是能证明陆川无罪？诏命镜被此地邪术干扰，验证不能作数。是的，照得出来就有罪，照不出来就说被干扰，那还照什么？窝藏叛乱，妨碍执法，聚焦宗门重宝，任何一条都够治你们的罪。仙师，你说了很多次治罪。韩萧，你若真要抓人，先抓我。说好一起的。啊，我站右边。你站后面。为什么？韩长老，青云宗连一座凡人村都拿不下来，未免太让人失望了。黑魔宗五谷堂主李无生，人间道种这种宝物，你们青云宗可不能独吞。昨晚那只不能吃的鸟。把剑换掉，罪名落在陆川身上。你敢监视青云宗？把道种交给我，这块流影石归你。我还能让真相传遍天下。一颗种子换你和全村平安，很划算。你早就知道韩萧伪造证据。知道。以前为什么不拿出来？以前它没有足够的价值。所以你不在乎孟前辈怎么死，也不在乎我有没有被冤枉，你只是把真相想当成能卖的东西。
世上任何东西都有价，但一个人有没有杀人，不该由谁出价更高来决定。那便只能抢。 36道青色电光冲天剑，在空中交织成一道密不透风的网。种子，今早到的，乡下路滑，慢些。钉子都没打正，练伟的手艺不行。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 前进！让开！让开！ 土太松了，院墙一面，修缮费另计。村委以前挖过储菜窖，年久失修，塌了也正常。你究竟是谁？卖豆腐的。洗豆水为何能破我魔气？豆子比较新鲜。 青云宗2两8钱。什么？院墙一面修缮工料1两2，踩坏菜芹1垄800元，惊扰风鸦300元。黑魔宗3两4钱。为什么我多？铁围污染村路，需要换土用水，水也要钱。 剩下的赏你。太多，找不开。那你想怎样？写欠条。石头，拉绳。太轻了。 还没村口10杯重。你守不住他，今日只是开始。至少今天守住。道种出事，知道消息的人会越来越多。下一次来的。 不会只是一个堂主和宗门长老，那便等来了再说。现在我还得把地种完。那块流影石，你真不想要？想。若那是唯一能证明你清白的东西呢？那就继续找别的证据。孟前辈把种子交给我时没谈条件，村里救我时也没先问我能回报多少。我不能一遇到想要的东西
就拿别人的托付去换。守信最难的时候，便是代价摆在眼前的时候。道种已经扎根，村子搬不走，往后只有一条路：开荒、种粮、修渠，让无名村真正活起来。明日种白菜。村牌，每户1块，分粮、借农具、修水渠，都凭这个记账。收好，丢了重做，收2文钱。不会丢。调集外门精锐，3日后围村。人间道种确认，请宗主定夺。你漫长，我替你挡着。